人到晚年，只剩这几条退路，别明白太晚。人到晚年，如何面对人生的最后阶段？人到晚年，熬过了工作中的劳累，送走了不属于自己的人情关系，新的考验又接踵而至。失去了经济来源和谋生能力，丢掉了从前的意气风发，我们到底该靠谁来养老呢？我们的人生又有哪些退路呢？有些老人将目光投向子女，但在现代社会，养儿防老已成为一种奢望，儿女们自顾不暇，能顾及老人的有多少呢？就算他们能力足够，你也未必喜欢寄人篱下、手心向上的生活。清醒的人会意识到，人到晚年只剩下几种退路，别明白得太晚。01，你手里的钱才是依靠。某新闻媒体曾做过一档采访，他们将不同阶段的老人聚在一起，询问他们晚年时，子女每个月会送来多少钱。结果发现，无论是较为贫穷的人家，还是较为富裕的老人们，能够收到子女赡养的费用都寥寥无几。没钱的儿女们连自己都无法兼顾，更出不出钱来给父母。有钱的儿女们还有一部分不孝顺，父母能得到的也是杯水车薪。当然，这样的采访也不能代表所有人，但也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。把晚年的主动权交给儿女，无异于一场豪赌，赌输的可能性太大。无论何时，你手里的钱才是唯一的依靠，它能让你更有底气，让你晚年随心所欲的选择生活。在你面对长长的账单时，不必畏首畏尾，更不必求助任何人。在你还未走入晚年之时，一定要多攒钱。钱不是万能的，没有钱万万不能。记住这句话，晚年就不会受苦。02，健康的身体才是本钱。在这样特殊的时代里，无数人都因病居家，还有很多人面临着极高的风险。得病的那一刹那，人们痛苦不已，唯一的愿望就是能早点好起来。我们终于懂得，健康才是人这一辈子最大的财富，它让人活得体面，远离病痛干扰，也能让人生更有选择性。你不必躺在病床上，而是有广阔天地要去探寻。你的世界可以精彩无比，不必非要局限在医院里。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，任何病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，保持健康的身体尤为重要。到老了，如果你依旧健康，无病无灾，任何人都会羡慕你的，这才是来之不易的福气。03，好心态才是人生的归宿。到了晚年，人生已经尘埃落定，陪在你身边的永远是那几个人，生活也不会有太多改善。想要在固定的外界环境里过得更幸福，唯一能做的就是调整心态。好心态是命运给人的百宝箱，你能从中开启整个世界。心态好的人，能从一朵花中看到整个春天，能从简单的日子里品出真滋味，也能从并不完美的自己身上得到丰富的人生体验。好心态并非每天都快乐开心，而是摒除了无意的消极因素，让自己能够接纳世间万物，永远积极向上。不该管的不要管，无意义的不要想，没有用的事情不要做。我们在生命的最后一阶段，只是尽可能去体验、去感悟，留下美好的记忆。岁月匆匆而逝，你能带走的并不多，只有这些就够了，它们证明着你来过的价值。04，精神寄托是心灵的港湾。晚年生活中，精神寄托变得尤为重要。无论是信仰、兴趣爱好，还是社交活动，都可以成为你心灵的港湾。通过这些活动，你可以找到生活的意义，减少孤独感，提升生活质量。信仰可以给人带来内心的平静和力量，帮助你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。兴趣爱好则可以让你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，无论是读书、写作、绘画，还是旅游、摄影，都可以为你带来无尽的乐趣。社交活动则可以让你保持与外界的联系，结识新朋友，分享生活中的点滴。例如，很多老人通过参加社区的兴趣班，加入老年大学，参与志愿者活动等方式，丰富了自己的晚年生活。通过这些活动，他们不仅学到了新知识，掌握了新技能，还结识了志同道合的朋友，找到了生活的乐趣和意义。05，
社会保障是基本的保障。现代社会中，社会保障制度为老年人提供了一定的生活保障。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措施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老年人的经济压力和医疗负担。了解并合理利用这些社会资源，可以让你的晚年生活更加有保障。例如，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设有老年人优惠政策，如免费或优惠的公共交通、医疗服务、文化娱乐活动等。了解并合理利用这些政策，可以让你的晚年生活更加便利和舒适。06. 家庭和谐是幸福的基石。家庭和谐是老年人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石。与家人和睦相处，建立良好的家庭关系，可以让你在晚年生活中感受到更多的温暖和关爱。家庭成员之间的关心和支持，不仅可以缓解老年人的孤独感，还可以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时提供帮助。例如，通过与子女、孙辈们的互动，老人可以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快乐。家庭聚餐、旅行、节日庆祝等活动，都可以增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，让老人感受到被爱和被关心。07. 自我发展是充实生活的动力。晚年生活并不意味着停滞不前，相反，它是一个自我发展的新阶段。通过学习新知识，掌握新技能，你可以不断充实自己，保持思想的活力。无论是学习一门新的语言，参加社区活动，还是参与志愿者工作，都可以让你的晚年生活更加充实和有意义。例如，很多老人通过参加老年大学、社区学院等机构的课程，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，如电脑操作、外语、绘画、音乐等。这不仅丰富了他们的生活，还提升了他们的自信心和成就感。08. 社会参与是价值的体现。老年人同样可以在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。通过参与社区活动、志愿服务等社会活动，你可以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，体现自身的价值。这不仅可以让你感受到被需要和被认可，还可以丰富你的社交生活，提升生活质量。例如，很多老人通过参与社区的志愿者活动，如帮助照顾孤寡老人、参与社区环境保护、组织文化娱乐活动等，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。这不仅让他们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，还丰富了他们的社交生活，提升了他们的生活质量。09. 心理健康是幸福的保障。心理健康是老年人幸福生活的重要保障。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变化和挑战，保持积极的心态和良好的心理状态尤为重要。通过参加心理健康讲座、寻求心理咨询等方式，你可以更好地应对晚年生活中的各种压力和困扰，保持心理的健康和平衡。例如，很多社区和医院都设有老年人心理健康服务，如心理咨询、心理健康讲座、心理支持小组等。通过这些服务，老人可以获得专业的心理支持和帮助，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。10. 合理规划是未来的保障。面对晚年生活，我们需要进行合理的规划，无论是经济、健康，还是家庭、社会参与，都需要提前做好准备。通过合理的规划和安排，可以让你的晚年生活更加有序和有保障，减少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。例如，通过制定合理的财务计划、健康计划、家庭计划等，可以让你的晚年生活更加有序和有保障。财务计划可以帮助你合理安排晚年的经济来源和支出，健康计划可以帮助你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，家庭计划可以帮助你与家人建立良好的关系，社会参与计划可以帮助你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，丰富你的晚年生活。11. 终身学习是保持活力的源泉。终身学习不仅仅是年轻人的专利，老年人同样可以通过不断学习保持思想的活力和生活的乐趣。无论是学习新的知识，还是掌握新的技能，都可以让你的晚年生活更加丰富多彩。例如，通过参加老年大学、社区学院等机构的课程，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，
如电脑操作、外语、绘画、音乐等，可以让你的晚年生活更加丰富多彩。终身学习不仅可以提升你的知识水平和技能，还可以丰富你的生活，提升你的自信心和成就感。12. 保持社交是预防孤独的良药。老年人容易因为退休、子女离家等原因感到孤独和寂寞。保持良好的社交关系，可以有效预防孤独感，提升生活质量。通过参加社交活动，结识新朋友，你可以保持与外界的联系，丰富你的社交生活。例如，通过参加社区的兴趣班，加入老年大学，参与志愿者活动等方式，可以结识新的朋友，丰富你的社交生活。保持良好的社交关系，不仅可以预防孤独感，还可以提升你的生活质量，让你的晚年生活更加丰富多彩。13. 培养兴趣爱好是生活的调剂。兴趣爱好是丰富晚年生活的重要途径，无论是读书、写作、绘画，还是旅游、摄影，都可以为你带来无尽的乐趣。通过培养兴趣爱好，你可以找到生活的乐趣和意义，提升生活质量。例如，通过参加社区的兴趣班，加入老年大学，参与志愿者活动等方式，可以培养新的兴趣爱好，丰富你的晚年生活。兴趣爱好不仅可以为你带来乐趣，还可以提升你的生活质量，让你的晚年生活更加丰富多彩。14. 积极参与社区活动是融入社会的途径。积极参与社区活动，可以让你保持与社会的联系，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。通过参与社区活动，你可以结识新的朋友，丰富你的社交生活，提升你的生活质量。例如，通过参加社区的志愿者活动、文化娱乐活动、环境保护活动等，可以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，丰富你的社交生活。积极参与社区活动，不仅可以让你感受到自己的价值，还可以提升你的生活质量，让你的晚年生活更加丰富多彩。15. 保持乐观心态是面对挑战的法宝。晚年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和困难，保持乐观的心态可以帮助你更好的面对这些挑战和困难，提升生活质量。通过培养积极的心态，你可以更好的应对晚年生活中的各种变化和挑战。例如，通过参加心理健康讲座、寻求心理咨询等方式，可以帮助你保持积极的心态，提升你的心理健康。保持乐观的心态，不仅可以帮助你更好的面对晚年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和困难，还可以提升你的生活质量，让你的晚年生活更加丰富多彩。结语：人到晚年，留给我们的退路屈指可数，但这些退路却是我们晚年生活的坚实保障。愿你全部拥有这些退路，并在晚年生活中保持健康的身体、积极的心态、丰富的精神生活和良好的社会参与，活得幸福平和，最后无怨无悔。通过合理规划、终身学习、保持社交、培养兴趣爱好、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和保持乐观心态，你可以让你的晚年生活更加丰富多彩，充满意义。愿你在晚年生活中找到自己的幸福和价值，活得充实而有意义。